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名副其实的 Fine City 罚款之城，大大小小的规矩简直多如牛毛。但是，如果你最近去榜鹅数码园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DD 走一圈，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违和的现象：这里的核心区居然快要彻底消灭传统红绿灯和那些烦人的物理围栏了。走在街上，你会觉得特别自由，连杂乱的电线都看不到。难道是新加坡政府突然大发慈悲，决定放宽管理，不管你了吗？大错特错！今天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实地拆解新加坡最硬核的科技阳谋。当表面上的物理规则消失，其实意味着一套毫无死角、算法级别的隐形天网已经全面接管了这片区域。别以为没有红绿灯，你就可以随便乱走。隐藏的传感器早就把你的一举一动记录得清清楚楚。你在新加坡有被罚过款吗？准备好，今天我要给你看的绝对是你平时根本接触不到的真实新加坡。那么，这座耗资百亿的园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很多人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可能还停留在多装几个高清摄像头，或者全覆盖个免费 WiFi。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真的太小看新加坡的野心了。你觉得真正的智慧城市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榜鹅数码园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办公楼群，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整个新加坡岛的智慧城市内部测试服。这片占地50公顷的区域是一场耗资百亿的超级实验。在这里有一件非常打破常规的事情，那就是新加坡理工大学 SIT 的新校区和玉郎集团 JTC 的商业园区在物理空间上是完全打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 SIT 的学生上完课，推开隔壁那扇玻璃门，直接就能走进全球顶级企业的实验室里去实习打工。这在以前是完全不敢想象的。整个园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脑主板，所有的教学楼、办公楼、商业设施就像是一个个元器件，被精准地插在这个主板上，互相之间的数据和资源是完全共享的。新加坡政府花这么大的力气把学术界和打工人无缝衔接在一起，根本不是为了搞个噱头，而是为了在未来10到20年的全球职场竞争中提前抢占最核心的优势。基建弄得这么超前，就是为了培养出能直接上手干活的顶尖人才。不过，物理空间的打通仅仅只是开胃菜，真正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隐藏在这些大楼地下的终极基建。你绝对猜不到，在这个园区里，连外卖小哥可能都要面临失业的风险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天早上赶去 CBD 上班，光是排队等电梯这件事会浪费你多少时间？3分钟还是5分钟？在榜鹅数码园区，这个问题被一套叫做开源数字平台的系统彻底解决了。我们以前去普通的办公楼，空调是空调的系统，安保是安保的系统，电梯是电梯的系统，互相之间就像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根本不认识。但是在这个园区里，超过2万个传感器全部连接到了这一个超级大脑上，它就像是一个全能的超级翻译官，让所有的硬件设备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举个最日常的例子，当你早上睡眼惺忪地走进办公大楼，系统通过高清摄像头和人脸识别认出你的一瞬间，不仅安保闸机自动为你打开，你要坐的电梯就已经停在首层，开着门等你了，连你的办公室在几楼，它都提前算得明明白白。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无感动作，积少成多，1年下来就能为每个打工人省下至少15到20个小时的干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这在新加坡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但这还远远不是最震撼的。如果你有机会用透视眼看看整个园区的地下，你会看到一个极其科幻的庞大网络。在这个园区的地下深处，藏着一条长达4公里的地下气动废弃物收集系统，而且他们还在积极推进一套地下的自动物流网络。当我们平时在30多度的烈日下，看着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挥汗如雨地骑着电动车送货时，这里的地下管道正准备用气动弹射的方式，以极快的速度在各个大楼之间穿梭运送包裹。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要花这种天价去搞看不见的地下管网？答案其实非常现实，甚至有点扎心，那就是因为新加坡的人力成本实在是太贵了，请不到工人，或者请工人的成本高到离谱，这是每一个在新加坡开公司做生意的人最头疼的致命难题。这套地下系统的终极目标就是直接从物理层面上消灭地面配送的最后100米。
以后包裹和外卖直接从地下管道送到各大楼的集中分发点，然后再由内部的自动驾驶机器人准确无误地送上楼。这不仅大幅度减少了整个社会对外卖员和快递员这种密集型人力的依赖，每年还能实打实地减少35%的碳排放。这个环保效果简直就相当于直接从新加坡拥挤的马路上强行拔掉了4000辆冒着黑烟的燃油车。科技的进步在这里从来都不是为了面子工程或者炫技，而是被极度缺乏的人力资源给逼出来的生存智慧。说到马路上的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新加坡养车的成本已经高到让人怀疑人生了。而在榜鹅数码园区，算法更是会通过一套极其狠辣的方式，直接逼着你放弃自己买车开车的念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灵魂拷问一下大家，如果现在有一项数据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坐公共交通或者无人接驳车比你自己开车还要快上1倍，你还会愿意花10多万新币的天价去买一张只能用10年的用车证吗？这就直接回应了我们视频开头抛出的那个巨大悬念。为什么榜鹅数码园区要大费周章地取消传统的红绿灯？大家千万要清醒一点，没有物理红绿灯，绝对不是为了让人行道上的路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随便乱走，而是为了让园区里规划的自动驾驶接驳车能够一路绿灯，毫无阻碍地畅通无阻。在新加坡，减少用车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一句轻飘飘的用来装点门面的环保口号。在榜鹅数码园区，它是被直接强制写进底层基建和核心算法里的铁律。这套智能系统会通过极其反直觉的动态停车费逻辑，以及极度偏心的路权分配机制，让你在现实中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做开车出门纯粹就是找罪受。开车真的不如坐无人车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扎心的分屏画面：左边是你开着花重金买来的私家车，在园区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寻找极其稀缺的停车位，面对着因为实时车流量变大而不断动态上涨的天价停车费计价器，急得满头大汗。而右边呢，是那些乘坐无人驾驶接驳车的普通打工人，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冷气车厢里，在系统分配的绝对优先专属车道上丝滑穿梭，甚至还能在车上悠闲地喝完一杯冰咖啡。这根本就是算法对人类驾驶员赤裸裸的降维打击。别忘了，园区里密布着2万个高精度传感器，这意味着你的每一个驾驶动作、每一次压线、每一次违规变道或者乱停车，都在系统毫秒级的精密计算和监控之中。在这里，没有交警开罚单，但违规的成本却极高，因为系统会自动扣款，让你防不胜防。新加坡政府的用意其实非常明显，就是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甚至有点冷酷的科技手段，强行改变所有人，不管是住洋房的富裕阶层，还是住祖屋的普通老百姓的出行习惯。他们要把极其有限的道路资源全部让渡给效率更高的智能公共交通。当个人出行的便利度被算法彻底拿捏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国家生存，顺应系统设定的规则才是唯一的出路。而这种对效率近乎变态的极致追求，背后其实隐藏着新加坡一个更深层次的国家级的巨大焦虑。面对未来5到10年的全球竞争，新加坡到底在害怕什么？连饭碗都要靠抢了吗？大家不妨在心里默默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赖以生存的工作，在未来5年内会被冰冷无情的算法和机器彻底替代吗？我们把视线再深挖一层，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要在财政预算上砸下100亿巨资，费这么大劲去搞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有些炫技的黑科技？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粗暴，因为新加坡未来的劳动力是真的彻底不够用了。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红点，先天条件极差，没有多余的土地，没有一滴石油，没有天然的淡水资源。而现在最要命、最让高层头疼的是，连能干活的年轻人都快没有了，急速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加上常年垫底的低生育率，就像是悬在新加坡国家命运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在榜鹅数码园区，这里落地的每一项黑科技，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科幻电影里的美好畅想，而是一场国家在极限状态下的求生演习。我们拿最基础的能源来举个例子，园区里搞了一个非常超前的多能源微网系统，他们把整整1万平方米的巨型太阳能板密密麻麻地覆盖在所有建筑的屋顶上。
这些太阳能板在赤道烈日的暴晒下收集到的庞大能量，不仅能够自给自足地供应整个园区庞大服务器的日常运转，甚至在有富余的时候，还能直接反哺给周边400多个4房市政府组屋，为普通家庭源源不断地输送冷气和日常用电。新加坡的基建搞得这么强，这么硬核，真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在国际上拿几个环保奖项，或者纯粹为了好康炫技，而是在各种资源都极度匮乏的极限状态下，被逼着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持那个让它立足于世界的全球第一运转效率。找不到清洁工打扫卫生，就直接换上不知疲倦、高效运转的清扫机器人；请不到身强力壮的安保人员，就全面铺开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巡逻车。这种对传统人力的极致压缩和替代，直接给新加坡的阶层流动和就业市场带来了一场巨大的震荡。根据官方的预计，榜鹅数码园区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会一口气创造出28000个数字经济、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高薪职位。听起来是不是一块巨大的肥肉，特别诱人？但现实往往是无比残酷的，这碗高薪的饭真的不是谁都有资格、有能力吃得下的。它要求你必须懂算法、懂数据逻辑，并且能够完美适应这种高强度、高压且在系统面前高度透明的职场体系。以前那种随便靠出卖体力，或者仅仅依靠简单重复劳动就能安稳混口饭吃、养家糊口的时代，在榜鹅数码园区，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整个新加坡岛上，都将彻彻底底的一去不复返了。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场科技硬件的升级换代，它更是一次极其残酷、不留情面的人才大洗牌。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普通人到底该怎么选？看到这里，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的公司明天就搬到这样一个高度透明，连上个厕所都可能被算法记录的区，你真的愿意吗？你觉得这是一种更高效的真自由，还是带上了更高级的科技枷锁？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智慧城市仅仅只是装几个高清摄像头，连个免费的 WiFi， 那你就真的完全看错新加坡了。榜鹅数码园区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项目，它是在为整个新加坡做一个巨大的母体测试。这套系统一旦在这里跑通了、成熟了，它会以极其可怕的速度迅速复制到全岛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代，认知差就是真金白银。晚知道一步，你可能还在为旧时代的规则傻傻地交着高昂的学费。只有早知道一步，你才能真正看清这个国家的野心到底在哪里，也才能有机会去抓住那28000个高薪的机会。如果你想持续了解新加坡最真实、最硬核的社会规则和生存逻辑，别忘了点击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阿明，关注我，带你硬核看懂新加坡。我们下期视频再见。